你知道一条最贵的鲶鱼值多少钱吗？家住湖北的袁丹军为了购买一条鲶鱼，竟然愿意花20万元的高价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这条鲶鱼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袁丹军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湖北人，早年间为了维持家中的各种开销，他不得不做起了小生意，在自己的家乡开设了一个小型的服装厂。没想到几年下来，服装厂的生意竟然越来越好，不仅改善了家人的生活，而且还攒下了一笔积蓄。渐渐的，袁丹军已经不满足于现状，想要出去闯荡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。于是他和家人商量之后，果断地放弃了自己原本的生意，独自拿着积蓄前往北京创业。让袁丹军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事业发展的竟然如此顺利。很快，他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，就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站稳了脚跟。然而出门在外的他总是会怀念家乡的美食，于是没事的时候，他总是会叫上几个老乡去往湖北饭店聚餐。只是让他们感到疑惑的是，北京几乎所有的湖北饭店都没有鲶鱼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湖北最出名的美食。此时袁丹军虽然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是在他的心中却逐渐出现了一个疯狂的想法。如今北京的鲶鱼市场并没有被完全打开，如果自己愿意做这个领头羊，说不定能够赚不少钱。于是他当即决定停止目前的事业，开始重新创业。男子执意花20万购买鲶鱼，谁劝都没用，3年后却狂赚上1亿元。不得不说，袁丹军的办事效率确实非常高。很快他就制定出了一个完整的计划。首先第一步就是进行客户调研，来评估这件事情的风险程度。一旦在袁丹军的承受范围之内，他就会立刻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。当他确认了事情的可行性之后，就马不停蹄地联系了一批新鲜的鲶鱼。只不过仅凭借着他自己，根本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把鲶鱼卖出去。为了防止自己刚开始就承受巨大的损失，他不得不另想办法。很快袁丹军就有了一个新主意，既然自己对北京的饭店不太熟悉，那么他可以找别人帮忙。于是他联系了几个常常给饭店送鱼的鱼贩子，给出了不少的报酬，终于让他们同意帮忙。当第一批鲶鱼成功卖出去之后，很多湖北饭店的生意都有了很大的改善。鲶鱼带来的新鲜感吸引了很多客人，一时间市场上对于鲶鱼的需求量变得非常大。一开始不愿意帮忙的鱼贩子，如今也抓住了和袁丹军合作的机会，从中获得了不少利润。只不过随着鲶鱼的市场价越来越高，批发商也从中看到了商机，因此鲶鱼的批发价格也就随之水涨船高了。然而一直这样下去，袁丹军根本没办法赚到钱。为了节约成本，他便有了自己养鱼的念头。只不过他做服装生意得心应手，养鱼却从来没有接触过。为了学习养鱼经验，袁丹军特地跑到了辽宁一个专门养殖鲶鱼的村子，将其中的鲶鱼全部收购之后，又向村民们请教了经验。男子执意花20万购买鲶鱼，谁劝都没用，3年后却狂赚上1亿元。由于外地的养殖成本比较高，所以袁丹军当即决定打道回府，在自己的家乡进行鲶鱼养殖。事情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顺利，袁丹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，继续赚到了几百万的利润。此时的他认为不能继续停滞不前，继续向外拓展才是正确的选择。然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自己即将面临巨大的深渊。为了让自己能够安心拓展其他业务，袁丹军特地叫来了自己的好朋友替他管理鱼塘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最信任的好兄弟竟然会毫不犹豫地背刺他，不仅购买劣质鱼粮导致鲶鱼大面积死亡，甚至带着所有的流动资金不知所踪。面对如此巨大的挫折，所有人都以为袁丹军将会一蹶不振。然而在经过了几天消沉情绪之后，他却重新站了起来，日子还是要继续下去。袁丹军凭借着自己积累下来的信用和人脉，成功借到了一笔周转资金，而这一次的他再也没有了失败的机会。正当袁丹军在思考如何改善现状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看到了一条受伤的鲶鱼。一个疯狂想法瞬间在他的脑海中成型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要将这条鲶鱼买走，哪怕对方出价20万，他也没有退缩，用自己所有的积蓄把这条鲶鱼带回了家。此时所有人都以为袁丹军受刺激之后疯了，只有他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。原来这条鲶鱼的品种比较特殊，而袁丹军把它买回来，正是为了进行杂交。尽管过程有些艰难，但他还是成功了。新品种的鲶鱼上市之后，迅速垄断了市场，而袁丹军也趁此机会赚得盆满钵满，成为了行业巨头。仅仅用了3年时间，就收获了上亿元的利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